想象一下，视频创作不再受混乱的线材束缚，通过无线监听让你实时捕捉现场每个细节，打破传统的3.5毫米耳机的监听模式，又有 AI 降噪、超远距离稳定传输以及动态增益等等，是什么体验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聊一款产品在发售前、提前试用后都比较偏爱的一款无线麦克风——猛犸 LAC MAX 2。先过一下外观，深灰色，磨砂质感，这材质上手感摸着不错。两个设备主体舱分别是麦克风的设备舱和无线监听的耳机舱。打开后也是质感满满，设备主体除了多了一个无线监听耳机之外，其他设备都大同小异，一个 RX 接收端，一个手机接收端，两个 TX 发射端和一些全场通用的线材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说亮点。忘带 3.5 耳机已经是各位视频创作者的一个常见痛点了，只能看着参数根据所谓的经验打赌这条素材的音频 OK， 所以翻车也就翻车了。猛犸这款麦克风支持实时的无线监听，方便用户在录制过程中实时监听音频效果，确保录音的质量始终如一。和麦克风主体在一个收纳包里，也不会出现忘带的情况。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，创作者能够不再受线材束缚的情况下进行场外录制，100米内都没有任何问题，随意应对各种创作场景，而不被耳机线材所牵制。对了，这款耳机也可以被当为普通的蓝牙耳机进行使用。猛犸 LAC MAX 2内置 AI 降噪，能在录制过程中有效地过滤掉环境噪声，提升主视频音源的清晰度，在嘈杂的环境中或是复杂的录音场景下，实现更高质量的录音效果，提高后期处理效率。其实用过麦克风降噪功能的朋友都应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当我们打开麦克风的降噪时，总会觉得自身的声音也变闷了，甚至不好听。虽然没了噪音，但不好听的主音色也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但猛犸 LAC MAX 2改善了这点，所以无论 AI 降噪中的 AI 是否是噱头，猛犸这次的确做出了改变。这款麦克风采用猛犸声学首创的全链路32比特浮点内录技术，确保信号在采集、传输和录制过程中的高保真还原。这功能的优势是提供更加精准的录音动态范围，尤其是在防爆音的设计上有突出表现，这可以使得高强度信号不易失真。不过市面上多数的微单还不支持32比特，这点朋友们还需要注意一下。以往是可以通过 TX 端内录获得32比特，再在后期时进行对轨。这次猛犸做到了可以直接输出给支持32比特的苹果设备，这点还是挺牛的。插一句题外话，还有朋友不知道 Final Cut Pro 可以一键对轨吗？它还支持长达340米的稳定传输距离，这在同类设备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。创作者可以更大范围的无干扰的进行操作，特别适用于大型拍摄场景、现场直播及户外活动。猛犸 LAC MAX 2的内置增益动态调节功能，可根据录音环境自动或手动的调节音量大小，兼顾细节捕捉与整体平衡。这功能灵活性极高，能够适配各种动态音频场景，提升录音时的精准度与稳定性，非常适合没有音频基础的新手小白，也可以让有专业音频知识的朋友更加省心。此外，这款麦克风支持 BOX 蓝牙升级，就是整套设备一键固件升级，不用一个一个插，也提供长达36小时的续航表现，确保长时间录制不间断，还兼容时间码记录功能，支持与其他外部设备联动，便于后期同步。因为时间码功能并不是很多自媒体博主用得上的功能，所以本期视频不做延展。这次猛犸 LAC MAX 2在市场上以其独特的音质保障、长距离传输以及智能化的录音技术，的确打出了差异化。这些技术参数不仅满足了专业用户对录音设备的高要求，也为业余爱好者带来了近乎专业的录音功能。从无线监听到动态调节，从32比特到蓝牙升级，每一项功能都力求在实际应用中解决痛点，提升整体的录音质量和操作的便携性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和对品牌的忠诚度。
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，这次猛犸的新品 Luck Max 2是一款在无线监听、AI 降噪、全链路32比特音频处理、340米传输和长续航等多方面均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的专业录音设备。所以屏幕前的你动心了吗 ？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、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下期见。